自从做了内容创作之后，对我最大的启发就是对生活的观察会更有意识。去的每一个城市，我都希望能深刻的感受，然后跟大家分享。前段时间我回中国住了2个月，在这2个月的时间，我去了广州、深圳、成都、上海、杭州、南京、义乌、苏州、香港这9个城市。在这9个城市当中，有我从小长大的城市，也有我第一次去的城市，也有我很多年没去过再次去的城市。我最喜欢的城市不是我的家乡广州，也不是很洋气、很 fancy、很现代化的上海，也不是近年来成为网红城市的成都，而是……另外我也会说在不同城市里我住了哪些酒店，以及每晚花了多少钱。首先肯定要讲的就是我从小长大的城市广州。我已经超过8年没有回广州了，这次回去我感受到的跟之前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路上的电瓶车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本地人叫電雞啊。對了，講廣州的話我應該要用粵語介紹才對。其實呢，個個城市呢都係有電雞嘅，但係點解俾我嘅感受就係我覺得廣州管得唔好嘅原因呢？嗱，係我自己屋企我就批評得更加犀利啲。講真心話，就係我覺得行喺條街度真係驚，行下行下突然之間有電雞會喺後邊彈出嚟喎。但係呢，我發現大家都好似已經好習慣了，甚至是我有一個朋友她懷孕了，她也照樣騎着這個電機出門，仿佛好像電機已經融入了廣州人的出行當中。就算是家裡有車啊，但是出門為了更加快捷，不用考慮塞車啊停車的問題，大家還是會選擇電機出門。那講到廣州肯定就不能不講食物啦，正所謂食在廣州。那麼這麼多年沒有回家呢，我最想念的家鄉食物是什麼？是它，雲吞麵。從小吃到大的雲吞麵店還開着，而且味道沒變，價格我已經不記得我8年之前吃多少錢了，反正這一碗呢我是花了18塊人民幣。你可能會問為什麼我會記得那麼清楚，因為在中國幾乎就沒碰過現金啊，所有的支出我都可以在微信支付或者是支付寶中找到，然後我可以下載這些賬單再放入 ChatGPT 分析就可以了。我可以直接問 ChatGPT， 哎，我在廣州食物花了多少錢，在哪家店花了多少錢，哎，它就可以自動幫我找出來，甚至都不用自己在表格上再查找。好，繼續講吃。其實在廣州啊，除了家人和朋友以外，我最期待回家的就是吃東西了。不過說實在，現在很多中國的餐廳都是預製菜，如果你在商場裡面吃的話，90%的食物都是預製菜。更加顛覆我的是，我連點煲仔飯外賣也是預製菜，而且點外賣的時候是整個砂鍋都給我，導致我就囤了好多個砂鍋，我都不知道怎麼辦。然後我在小紅書上發帖求助，下面竟然有超過400條評論去回復我。在廣州吃到的跟小時候味道一樣好的，除了家裡附近的雲吞麵之外呢，還有一個很多廣州人從小吃到大的連鎖潮汕粉麵品牌味然香。味然香除了是從小吃到大的味道還是一樣的之外呢，我覺得很難得的點是在於，就是它目前所有的店都是在廣州市內的，在其他城市是吃不到的。這個視頻裡提到的所有店鋪都是我個人的真心感受，沒有任何贊助。我只是覺得在當今中國做生意能維持初心的企業都值得 respect。另外我對比了一下在中國不同城市我的朋友的住房支出啊，我個人覺得在廣州無論是租房還是買房都不算是特別貴。當然了，這裡的不貴是指跟深圳、上海、北京這種城市比，廣州的租房或者是買房成本是不貴的。但是如果是跟成都比呢，那廣州的房價還是算貴的。待會兒講成都的時候我會具體再講。當然了，如果是說豪宅的話，我在廣州的華僑新村附近閒逛的時候發現了一個正在掛牌出售的別墅，我看了一下價格8000萬。雖然華僑新村周邊的環境確實是很舒服，吃喝玩樂各種都有，而且就在市中心，不過8000萬人民幣，接下來講一下深圳。我之前來過深圳很多次，不過這次是第一次到華強北，主要呢是想買一些攝影的配件。我不知道價格跟淘寶比怎麼樣啊，我反正是覺得在淘寶買東西經常是貨不對版，所以我個人還是更喜歡線下可以試的感覺。在華強北我逛了差不多有3個小時吧。如果你也準備去華強北逛的話，附近有一家茶餐廳是滔滔開的，我吃了個人覺得很不錯，奶茶還有燒鵝飯我都很推薦。那麼我在深圳住的是一個連鎖的酒店品牌，叫建國普影酒店。
这个字是不是这么念，我不知道，反正大家可以纠正我哈。一晚的价格在500人民币左右，这个酒店主打呢就是中国风，还有包早餐，食物也还不错。那么这次呢，在深圳我只待了2天，我就去香港了，所以没有太多的深入探索深圳的这个城市，只是觉得深圳的电机问题跟广州一样，也是到处乱窜，没有秩序，在路上走得提心吊胆。接下来是香港，因为我是广州人，所以从小其实也经常去香港购物。我小时候有一个爱好，就是我会一个人从广州去香港购物。很多年前啊，在香港买东西，你用人民币换的话，那就相当于打7折到8折，而且以前很多品牌在大陆都是没有的。但是这次去香港就觉得香港的购物吸引力确实是大大不如前了，很多品牌在大陆也有了。另外有香港的朋友告诉我，现在香港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香港有的餐厅呢，它周末是不开门的，因为很多香港人周末都跑到深圳吃饭购物。喺過去嘅幾年，因為種種原因，旅客少咗呢度消費，好多人因為各種各樣嘅原因搬離。作為一個從細到大睇 TVB、聽廣東歌長大嘅人，好希望呢度嘅文化可以繼續延續落去。個人可以做嘅嘢好渺小，或者聽多啲廣東歌，講多啲廣東話，都算係守護呢個地方嘅一種方式。如果將來我有自己嘅小朋友，我對佢真係冇咩特別嘅要求，除咗希望佢健康快樂之外，可能唯一嘅心願就係希望佢可以流利咁講廣東話，將廣東文化繼續傳落去。所以喺呢度我都想特別推介幾個我自己好中意嘅香港本地嘅樂隊同埋歌手 Kola、Super Moment， 同埋最近我剪呢條片嘅時候不停 loop 嘅歌，湯令山嘅新歌《用背脊唱情歌》，希望透過音樂更多人可以感受到香港呢個城市嘅溫度同情感。这次在香港住的酒店是 AKI Hong Kong， 一晚的价格是大概175美金左右，也就是约合人民币1200左右。酒店的位置啊、环境啊，我个人都觉得是很不错的。接下来想要聊聊的是成都，成都是这几年非常热门的网红城市啊，以悠闲著称。这趟去了真的印证了大家说的没错，但是最让我震惊的不是成都的茶馆，也不是火锅，而是成都的夜生活，还有开放的文化。有人说成都是天府之国，第一晚朋友就带我去当地的酒吧见识了。我觉得成都有可能是全中国最开放的城市吧，大家可以在留言区聊一下，你觉得中国最开放的城市是哪一个？反正我在成都呢，几乎每一晚都在不同的酒吧。大家可能听过香港的兰桂坊，在成都也有兰桂坊，也是一条酒吧街。你凌晨走在成都的路上，如果看到还是很多人的话，不要惊讶，在这里的夜生活就是这么的丰富。在住宿方面呢，我在成都住的是朋友推荐的一个连锁品牌雅朵，一晚大概是500人民币。在生活成本方面，成都的整体消费不高。那么成都是我去的这9个城市当中我最喜欢的城市吗？答案当然不是啦。作为一个广东人啊，天天吃辣真的是有点吃不消。那么上海呢，是除了广州以外我这次待的最久的一个城市，因为很多朋友都在上海工作。我在很小的时候来过一次上海，这次再来的感受就是这座城市好吃好玩好逛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在上海的时候，我仿佛整个人年轻了10岁。在美国的时候，我几乎每天8点多就已经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了，但是在上海8点多我在干嘛？等朋友下班以后一起打网球，打完网球之后去酒吧喝酒聊天吃夜宵。但是上海的消费也真的是很高，如果你是富豪的话，不用工作，我个人觉得住在上海会很爽，生活便利到极致，那帅哥美女也很多。上海真的是一座特别适合有野心的人的城市，机会很多，但是压力也很大。刚刚说了，我有很多朋友在上海工作，其中有朋友租的一个1房1厅的很小的公寓，竟然每个月房租要接近15000人民币。那么当然了，上海的薪水确实也是比较高。另外我还去了有自己创业的朋友的公司参观一下，想了解当下在中国创业的真实感受。以下是我对他的一个采访片段。就我觉得现在整个大环境会大家没有那么急躁吧，就是没有那么急躁，这经济已经这样了嘛。这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啊。可以 YouTube 可以YouTube 可以啊，就是大家对于经济增长的预期会变低。大家好，我是老韩，我
过去很多的经验都是在中国和美国的一些互联网公司，然后乙方公司还有创业公司里边从事一些营销的工作，然后2022年的时候开始创业。你说你从上一个公司辞职自己创业，可以说一下哪个公司？字节跳动。字节跳动。对对对。是什么原因让你就是创业呢？因为应该配的也不错吧？对，就是在互联网大厂里边，工资肯定是很好的。然后就是我自己开始创业了，就我的收入变得很不确定，所以这个其实是有压力的。但为什么会创业？是因为就是这是一个阶段性的结果啊。因为在2022年的时候，其实我在字节，首先我在字节负责的是一个智能的硬件，智能学习硬件教育线里边的。那我是负责这个产品在市场上所有电商渠道的营销。但是在2021年的时候，国家出了双减政策，所以对于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硬件的产品的打击非常大，所以这个业务线变得越来越小。那我后来就留在业务线里边继续负责收尾。当负责收尾到差不多的时候，其实我是有转岗的机会的。就比如说我可以去比较如火如荼的 TikTok 电商这样子，但因为就是我觉得在字节里边，可能对于我能获得的价值不多了。当然钱是很大的一部分，除了钱以外的价值可能不多了。同时就身体也熬得差不多了，觉得有点顶不住了。具象一点讲，进去之前怎样？进去后面你身体有什么明显的？比如说没有，就是工作的时长会比较久了，然后项目因为非常的就是字节对于业务的增长呢是要求比较激进的，所以我们比如制定的目标可能不是1倍2倍的增长，是10倍。对吧？几十倍的增长，所以你会有很多的项目要经手，每天要处理很多的会。就比如说我们的会都是以半个小时为维度来划分的，然后有时候会议叠着会议，所以你的肉身可能是在参加一个会议，然后你的耳机挂着另外一个会议，然后你可能交叉的在做，所以这个压力是蛮大的。然后同时工作时长也会比较多了，就是可能上班时间还好是10点半到，但是晚上可能会待得比较晚一些，所以就是也没有更多时间去锻炼啊，所以就会造成一些生理上的一些负担。那上一次创业你是说亏钱的是吧？对，是亏了非常多，可能亏了近100万吧。近100万。对对对，然后中间当然还会有机会成本，就是你如果去别的企业或者去上班的话，那你可能获得的还会有加起来就那个多少时间段亏了100万？差不多1年半的时间吧。更多的是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事情不受控，然后当你尝试着去调整的时候，发现人为能够造成的影响其实是很局限的，因为那个整个业务的趋势是朝下的。就比如说我们的业务是做乙方，做抖音营销，然后我们会服务很多比较大的头部的消费品品牌，尤其是食品饮料的。那我们是帮他去做达人带货的服务，但是这个服务的本身是一个人力密集型服务，而且门槛不是很高，所以那个毛利空间随着更多的 player 进来以后，那个毛利空间会变得很少。然后尤其是我们的公司是在上海，所以我们的用工很正规，然后我们的员工成本也很高。那跟其他外地的团队来比的话，我们的业务的模式，我们的优异模型其实是跑不过别人的。那当在这个模型已经不是很优秀的时候，那你还尝试着去做一些改变的，去做一些优化的动作、精细化的动作的话，其实是很难去扭转这个情况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你会有一种无力感。然后呢，业务失败以后，一定会面临裁员这个问题。所以就是我们会大概在那段时间裁掉了80%多的人，然后每一个离开的人，因为上海用工很正规，所以我们还要给予赔偿，所以这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所以就会导致说你的成就感上面有受挫，然后你的金钱上也有很多的损失，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至暗的时候。那其实你那个模式其实主要的成本就是人嘛，所以你亏的钱其实就是人力。当然也有一些客户是因为经济环境下他自己的生意也不太好了，而且还是比较大的品牌，然后那他的
可能预算被砍了，或者是他们自己业务线出现了问题，导致我很多的回款收不回来，然后你要付工资，对，付工资，然后我们其实在做运营，帮他们运营的时候还要垫付很多钱，那这个钱最后可能是打折以后还给我们，你如果要钱，你可能还要上诉，然后又要花给律师费，对，所以就，对吧？多方面都在损失。所以你上一个那个事情已经是完结了？也不是，我们在上一个业务其实做了一些，后来做了转型。我们现在正在做 TikTok 的海外的电商，然后我们会去自己做2个部分的业务，一个还是以服务商，因为这个时候渠道还是有红利的，你有额外的一些 margin 可以帮助一些。你从服务国内的客户到服务想出海的以及美国当地的品牌，然后帮他们去做 TikTok 上面的达人合作，然后这个是因为我们过去已经跑了1年半的时间，是比较成熟的体系。然后第2部分就是我们自己成为了商家，我们去选品，然后去找供应链去做产品的迭代，然后去进行售卖。就等于说你自己开始做品牌了？是。我的品牌叫 UniTiny， 然后是一个母婴用品品牌。就我们是希望说，通过设计一些有趣、有用、有爱的母婴用品，去协助家长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生活的习惯。因为现在国内的那个出生率很低嘛，这个赛道可能是比较有点惨的。你为什么还坚持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你说的没错啊，就是整体的趋势是向下的，因为中国在去年应该是去年的新生儿出生率是6.5%，所以而且是这个数字是持续下降的，所以低龄的儿童的那个人群规模一定是有在变小的。但就是因为我自己有孩子，然后我们会发现身边的或者是网上的一些家长在照顾孩子上面是越来越精细化的，所以过去可能是我做一个产品可以服务整个年龄段的消费者，但现在变成说我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这一类的产品有不同的设计，所以当需求被细分，人群被细分以后，那个规模其实还是会有在增长的，所以这个趋势是向下，但是有机会可以去做，所以就是我们需要找到的是比较垂直细分领域的一些需求，然后可能可以去成长出来一个新的赛道。你现在主要渠道在哪里？我一共有3个渠道，小红书、抖音和淘宝。然后这3个渠道的渠道定位不太一样，就是小红书和抖音是承担了种草以及说销售闭环的作用，然后淘宝是用来承接那2个社交媒体溢出的搜索流量，还有获得一些品类的就是推荐流量。对。你现在比例是怎么样？可能小红书占了可能70%-80%吧。70%-80%。对，我昨天我朋友跟我说，他觉得在小红书上买的东西质量会比在淘宝上好，因为他觉得小红书上的会更有品牌意识。略有不同，就是在我的合作跟达人合作，以及说在渠道经营的时候，会发现小红书对于新品牌、新品类的包容度会很大，所以你刚才说到的是产品质量会很好，确实，因为大家很好用心做的产品，然后又想做高溢价的，会放在小红书上面，然后会博主当觉得你的产品设计理念很好，品牌的愿景也很好的时候，他很愿意帮你去做推广，他是抱着一种种草的心态跟你合作的。那回到抖音，为什么可能质量不太好，或者是拼多多质量不太好？因为渠道里边，大家价格敏感型的消费者特别的多，然后以及这个2个渠道的特性就是以低价去取胜的，那就变成了说，大家为了压缩那个控制那个毛利空间，所以在品质上面就会有一些退让，所以就可能会导致质量上面有一些问题。你现在做这个品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挑战，或者是至暗时刻吧？你说那个 UniTiny 吗？对 UniTiny， 我现在暂时还没有，我觉得还蛮顺利的。也不是，就前期可能走了一些弯路吧，因为我刚才说我们做的是抖音营销公司原来，然后所以我对抖音有一些路径依赖。那我们的花花树皮贴刚上市的时候，其实花了很长的时间，大概有将近1年的时间在运营抖音这个渠道，然后花了很多冤枉钱。然后呢，一来是消费者确实人群不是很匹配，那大家很价格敏感，
刚才说的巨头做的便宜的东西就卖得很好，我贵的就很难卖。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抖音的广告审核会远远的超过于其他平台的那个严格，那所以导致说像我们这样子的非药物类但是带那么一点功效的产品过广告审核是很困难的，所以要不断的去改文案改视频去撞审，但最终导致的 ROI 其实也没有很好了，因为抖音本身这个渠道会控制每一个类目大致的一个 ROI 在1到1.5到2之间浮动，让你能赚到钱又赚不到很多钱。然后那直到说可能今年开始做小红书经营的时候，然后发现整个就顺了很多。可以推荐一下有没有看过的书、电影或者用过一个很好的产品？我最近书看的比较多一点，然后看了3本吧，然后正好是顺着都3本一起看完，一本是那个段永平传，然后一本是讲小林制药的小池大鱼，然后这本是我第2次阅读了，然后还有一本是那个稻盛和夫的阿米巴经营。就看书的时候会发现很有趣的一点，就是虽然他们就是2位是日本的经营者，然后段永平是国内的，然后你虽然他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但是他们在书中提及到的经营准则是很类似的。就比如说段永平一直推崇的是本分，你要去做对的事情，然后把事情做对。稻盛和夫讲的就是他推崇的企业经营是你一定要记住作为人何为正确，然后就是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就你会发现虽然不同的国家，但是最终导向的一个成功的窍门都是类似的。对。那你现在做的这个事情，你的本分是什么呢？我的本分就是不要弄虚作假吧。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的使用者是小朋友，所以一定不能违背良心做事情。对于质量、原料的把控都需要很严格。就因为我的第2款产品可能需要做一些检测，然后我就会发现在淘宝上面有很多可以做假证的，那很便宜。然后因为这个证本来是不需要备案的，所以你即使做了个假证，也没有人可以查到。什么证啊？就是一些检测的报告，一些产品质量的检测报告。也就是说，就是因为我知道美国是管很严这方面，我不知道国内母婴产品，比如说你上架小红书、抖音，它也需要你有这些证件。这取决于产品类目，就有一些产品是需要的，比如说你如果是消毒的用品就有消字号，然后你有化妆的用品就有妆字号，然后这些都是有严格的国家标准去做检测的。但是有一些标准它虽然检测完，但是不需要上传那个，比如说市场监督局不需要上网，那就导致有钻空子的空间嘛。如果你不记住作为人何为正确，你可能就会为了省一些钱，你去做一些假的检测报告了。但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嘛，因为你毕竟是给小朋友用的。那如果你真的就正经的做检测的成本是多少？然后大概多久时间？大概价差应该有30倍吧。30倍？就正规的做了多少钱？对，正规的可能小几万。然后要花多久时间才出来？可能不同的检测项目不一样，如果一套做下来，可能1个半月至少。1个半月。然后那个淘宝上面可能几百块钱。南京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文化气息很浓厚，感觉这里的人文化水平都很高。作为6朝古都，这里历史文化确实非常浓厚，随处可见博物馆、纪念馆和大学，有一种教育很好的感觉。我特别喜欢吃南京的一个食物是鸭血粉丝汤。总体来说，南京给人一种稳重厚实的感觉，像一本内容丰富的历史书籍。接下来聊聊杭州。我记得第一次去杭州是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觉得这座城市很美，脑海里的杭州是那种很安静、环境优雅、有点文艺气息的城市。但这次再来最大的感受就是整座城市变得非常商业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阿里巴巴的总部就在杭州啊？杭州整体多了很多互联网基因，整个城市很智能化。举个例子，在杭州的高铁站，连
等网约车这件事情都变得很系统化，你先在 App 下单，然后车子呢会自动分配到一个有编号的停车位，你在室内等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屏幕上显示哪台车到了哪个车位，等车到了你再走去指定的车位上车就可以了。这次在杭州我住的是全季酒店，一晚大概400块人民币左右。接下来义乌，我在之前发布了一个详细的介绍我在义乌考察选品的视频，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影片下方的描述栏找到连接回看。义乌给我最大的冲击是所有人都在想着赚钱，在咖啡厅你会发现几乎每一个人的电脑上不是在修电商产品图呢，就是在聊工作，或者是在聊供应链谈合作。义乌的整个城市的氛围就像是一个全民创业的孵化器。我去了一个义乌商务城举办的活动啊，活动结束完之后大家就互相加联系方式嘛，有个大姐直接跟我说了一句让我印象超深刻的话，她说在义乌我们不谈感情，我们只搞钱。这句话真的是完美总结了义乌的城市灵魂。城市里随处可见各种豪车和新建的楼盘，而车站的广告也全是什么山水田园独栋别墅的房地产广告。虽然到处是豪车的新楼盘，但是在义乌的消费和生活成本却不高。比如说我这次在义乌住万豪酒店，一晚不到500块人民币的价格。如果你看到这里，应该会发现我还没说在这9座城市里我最喜欢的城市是哪一个，答案就是苏州。有几个关键词可以总结为什么我喜欢苏州这座城市。第一个就是慵懒，我记得在苏州打滴滴，司机一边嗑瓜子一边刷抖音一边开车，还一边聊天问我说周三你怎么不用上班呐？我真的是很服气。虽然我不鼓励他这种行为啊，但是可以充分的说明这个城市的步调。另外还有一个苏州给我印象非常好的原因是，在其他城市你可能需要叫到滴滴专车，司机才会下车帮你拿行李，但是如果你打滴滴快车嘛，大家都懂，便宜但是服务普通。但是在苏州，就算是滴滴快车，司机也会主动下车帮我提行李，还一边道歉说怠慢了怠慢了。我不知道是我遇到的那个司机特别好呢，还是怎样，反正我一下高铁打车的体验就非常好。另外苏州让我想到了台南，同样是一个完美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苏州它有江南水乡的诗意，也有现代城市的效率与便利。但是别看苏州这个城市好像节奏很慢很慵懒呢，但其实苏州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级市之一，很多制造业的总部都在苏州，所以在苏州住着很多企业的老板，街上随处可见国际学校的广告，消费力是不输一线城市的。但是神奇的是，它的生活成本却不高。举个例子，我最喜欢呢就是找那种最便宜的连锁快剪的品牌去剪头发，在广州这是最便宜的，我能找到的也需要25块钱人民币，而且广州已经算是不算贵的城市了，但是在苏州剪头发只需要15块人民币。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很喜欢吃苏式挂面，跟我从小吃到大的广东碱水面相比，广东碱水面讲求的是爽滑弹牙，但係苏州挂面不一样，它不是主打弹牙，而是主打那种温润顺口，汤鲜味细。苏式面条是细细长长的一束，口感偏软但不会糊，刚刚好顺滑入喉。我很多年前第一次在苏州的同德新面馆吃过他们的招牌之一风正大肉，就有被惊艳到，一直念念不忘。过了那么多年再去吃，味道还是一样的好。在美国有时候也能吃到相对正宗的云吞面，但是从来就没有吃到过正宗的苏式挂面。如果有朋友在美国有吃到过的话，欢迎在留言区推荐一下哦。最后分享几个观察到的有意思的现象是不分城市的。第一个就是几乎每一个商家都在拼命的让你写好评，甚至是菜都还没上就催你写评论。后来我就学会了，通常不直接点甜品，而是写评论的时候跟服务员说，我写这个好评，你给我一个甜品怎么样，基本上都能成功换到。另外我还学到了，就是找餐厅的时候不要看好评，而是直接看差评，尽量选择老字号，就是那种开了超过10年的店，踩雷的概率会比较少。第二点我观察到的就是中国现在的餐饮业基本上就是劣币驱逐良币，你不做预制菜的话吧，成本就比别人高，所以导致最后大家都是预制菜，没有了那种wok黑啊。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在美国吃的川菜比中国吃的还要好吃，干要wok黑，就是
你吃下去的食物，你能感受到那种食物跟油脂跟火气融合的香的感觉，而不是吃下去只有饱了的感觉。第3点我观察到的就是我特别不适应的，我再次说就是那种电瓶车乱窜。我必须说每个城市都有电瓶车，但是在广州我觉得管理的真的是特别的差。我在上海同样看到有很多电瓶车，但是他们明显是有秩序的，而不是像广州深圳那样在路中间乱窜的。举个例子，2个人在路上过马路，对吧？电瓶车会突然在你们2个中间穿过去，你说恐不恐怖？第4点我观察到的有趣现象是中国现在宠物店特别多，不分城市，几乎每个我去的城市都能看到很多宠物店。我听朋友说啊，这些宠物店是主打免费领养，但是饲料要在他们店里配套购买。这个模式就好像给你电视机这个硬件是免费的，但是每个月如果你想要看内容的话呢，那就要加订阅费的模式，甚至还有出租宠物的模式。我有个朋友租了一个小猫一段时间，后来他发现这个小猫好像是有疾病的。当他跟宠物店主反映的时候，宠物店主就是一副我不会治疗这个小猫的样子。于是我朋友后来出于不忍，最后就是从租直接变成了买这个猫了。第5点观察到的就是走在中国的街上，直播的人是随处可见。比如说我在成都，在春熙路市中心就看到有很多小年轻在直播跳舞啊。在上海的外滩我也看到有很多爷爷阿公阿嬷在直播，我也不知道他具体在直播什么，反正就是在中国你可以看到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很迷直播，就连我阿姨都说你怎么不搞一下直播嘛。当然了，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地方，只有当下最适合的选择。在中国住的这2个月，我不只是重新认识了这9座城市，更是重新认识了自己。有时候你以为你在看别人，但实际上你是在跟自己内心深处的一次真诚谈话。比起喧嚣与炫目的繁华，我可能更渴望的是一种生活的平衡感，不拥挤，不压迫，有一点人情味。这可能就是我喜欢苏州的原因吧。我很好奇，在你心中哪座城市是你想落脚的地方呢？你会想在哪个城市住上一大段时间呢？欢迎留言和大家分享你的城市故事。如果你想知道我在美国最喜欢的是哪个城市，订阅我的频道，下一期我们继续聊聊更多关于城市生活、选择与自我。我是 Braden 布莱登，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